系列恐怖片《致命录像带》可以说是恐怖片领域最强的 IP 之一。自从2012年第一部上映后，每一部票房都有很不错的表现。2022年全新的恐怖录像带99再次出现在了大屏幕之上。这次一共讲述了5个发生于1999年的恐怖故事，看看你能坚持到第几个故事。恐怖故事1：撕碎。你听说过碧池猫乐队吗？3年前，这支红极一时的地下乐队线下举办了一场歌友会，然而进行到一半时，却突然发生火灾。生死面前，粉丝将偶像抛诸脑后，甚至踩着他们的身体逃出大楼。最终，碧池猫成员全部在大火中丧生。自此，举办歌友会的大楼也成了禁忌之地。但总有些不怕死的人想到这里挑战一下自己的软肋。这天晚上，一支籍籍无名的地下乐队打开了禁区的铁门，准备在这里办一场别开生面的演唱会，然后把视频放到网上，一定能吸引眼球，达到快速出名的最终目的。起初，黑发哥并不想进去，他早就听说这里不干净，搞不好会被碧池猫的鬼魂附身，结果被女成员无情嘲笑。来到黑暗幽深的地下室，里面犹如迷宫，四周的场景无不透露着阴森恐怖。从大火中幸存下来的乐器以及粘在地上的皮靴，足见意外发生时的惨烈。此情此景，耀儿哥还不忘拿碧池猫的死开玩笑。谁成想，话还没说完，他突然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抓住，瞬间拖进了阴影之中。众人赶紧循声找过去，居然在走廊尽头发现了一套崭新的乐器，难不成是碧池猫准备的吗？众人震惊之际，消失的耀儿哥突然冒了出来，一脸得意地嘲讽众人胆子太小。原来这些乐器是他提前放在这里，故意吓唬大家的。既然一切都是一场恶作剧，大家这才放心下来，开始演奏最新创作的歌曲。今夜的坟地静悄悄，几分钟后，所有人都像中邪一般僵在了原地，唯独鼓手黑发哥仍然可以自由活动。胆子本来就没多大的黑发哥吓得当场崩溃，慌里慌张的想要出去求救，结果大家又笑嘻嘻的恢复了正常。很显然，这又是一场恶作剧。被捉弄的黑发哥很生气，干脆撩挑子不干了。临走前，他恶狠狠地诅咒戏耍自己的伙伴，说碧池猫会把他们通通干掉。黑发哥的恶毒发言让大家有些意外，但这群人却没人在乎，很快便调整好情绪，接着奏乐，接着舞。突然，身边传来诡异的声音。没等3人反应过来，站在中间的卷毛被邪恶力量吸到天花板，随后狠狠掉下，变成一滩血肉模糊的番茄酱。伴随着低沉的嘶吼声，碧池猫的成员们都回来了。现在的他们形容枯槁，宛如丧尸，一见面就对这些作死的人展开了血腥猎杀。一时间，惨叫声在整个地下室回荡。妖娆哥直接被开膛破肚，金发姐则被残忍肢解。至于提前逃跑的黑发哥，由于地下室太大，他同样未能幸免。故事最后，碧池猫将4具残缺不全的尸体重新拼凑，然后附身上去，开始了疯狂演奏。恐怖小故事2：自杀竞标。故事发生在大一新生丽丽身上，她性格内向，所以在学校没什么朋友。渴望交际的丽丽决定改变自己，加入了一个叫灵魂姐妹会的社团。里面的成员看起来超会玩，可要想成为他们的组员，必须通过一个邪门的考验——躺棺材。从成员口中得知，20年前也有一个新生想加入姐妹会，于是当时的成员们把他带到墓地，要求在棺材里躺一夜，只要通过考验就能顺利加入社团。结果他们忘记这件事，直到1星期后才想起来打开棺材，然而里面空无一人，没人知道这名新生去了哪里。有人说他直接爬进了阴间，后来只要在墓地就能听到棺材里传来敲击声，这就是那个变成阿飘的新生，要抓人下去给他陪葬。丽丽以为这只是个鬼故事，并没有放在心上，接过社团的文化衫，她连忙兴奋地穿在身上，殊不知危险即将来临。作为考验，丽丽同样需要在墓地的棺材里睡一夜。在酒精的麻醉下，丽丽无所畏惧。开始前，大家告诉她，棺材里的空气足够支撑一夜，要是丽丽想中途放弃，可以拉动棺材里的绳子，听到铃声，大家就会过来挖人。当然，这也意味着丽丽挑战失败。
随后他们递给丽丽一个小木盒，叮嘱她可以在最害怕的时候打开。一个女成员故意吓唬丽丽，说不管听到什么千万别出声，一旦被新生知道你还活着，就会带你下地狱。一切准备就绪，属于丽丽的考验开始了。躺在棺材里的丽丽看着泥土渐渐覆盖上来，这种感觉实在太诡异了。借着摄像机的灯光，勉强还能看到棺材里的情况。密闭的狭小空间压得人有些喘不过气。丽丽开始自我催眠，这只是个游戏，肯定不会有事的。紧接着她又对着镜头自言自语。10分钟后，丽丽有了放弃的念头，准备拉动绳子，想了想又放弃了。就在这时，外面果然传来了敲击声，难道真是死去的新生找上门了？丽丽赶紧打开木盒，没想到里面竟爬出了黑寡妇。蜘蛛爬到丽丽的身上以及脸上，此时她终于明白，这些所谓的社团成员们根本就没打算接纳她，之前弄出来的考验也只不过是为了更好的戏耍自己。不愿意继续下去的丽丽拼命拉动起绳子，可外面的人始终无动于衷。大雨中，他们开始坟头蹦迪，嬉笑打闹，集体陷入高潮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附近传来灯光，正是附近巡逻的警察。担心被学校知道开除学籍，几人匆匆离开，全然不顾棺材里绝望的丽丽。更可怕的是，墓地这边雨声实在太大，完全掩盖了丽丽的求救声。简单转一圈后，巡警没有发现异常，也就转身离开了。此时的丽丽早已经后悔不迭，奈何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雨水渐渐从缝隙中渗了进来，眼看就要将丽丽淹没。突然，丽丽上方的棺材板松动了，她以为是警察发现了自己，赶紧玩命求救。万没想到，钻进来的竟是一张恐怖的干尸。没猜错的话，这个怪物就是20年前的那个新生。他面目狰狞地贴了过来，绝望之下，在丽丽歇斯底里的惨叫声中，彻底领了盒饭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姐妹会成员终于想起墓地棺材里还有个同学，赶紧赶了过去，却发现棺材早已完全泡在雨水里。担心恶作剧闹出人命，一个妹子连忙潜入水中，却发现棺材是空的。其他人不信，又下去检查一遍，结果还是这样。心大的学生们赶紧安慰自己，既然棺材里没有尸体，那丽丽肯定是趁着雨水泡塌了泥土，钻出棺材逃走了。担心丽丽告发自己，几个人干脆商量好口供，就说昨天晚上大家都在家学习，根本没有来过墓地。万没想到，当天晚上睡下后就发生了怪事儿。几人一觉醒来，竟发现自己躺在棺材里。石化的丽丽也在这时突然现身，看起来人不人鬼不鬼，十分恐怖。她说已经和怪物达成交易，只要帮她找到更多的小姐妹，怪物就会放过自己。原来怪物也要在下面成立灵魂姐妹会。恐怖小故事3：奥兹的地牢。奥兹的地牢是一档儿童探险真人秀节目，游戏设定很简单，参赛选手需要通过障碍赛，在1小时内找到红旗，并且顺利进入奥兹的地牢。获胜者，奥兹将满足他任何一个愿望。这次的参赛者是黑妹与小白，起初2人不分上下，但很快黑妹发生了意外，腿部被折断。坐在观众席上的黑妈情绪激动，呵斥节目组赶紧停止拍摄。转眼来到几年后，当年的腿伤让黑妹留下终身残疾，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。从录像带回放可以看到，黑妹当时是被小白推倒才受伤的。黑妈认为这都是节目组刻意安排博眼球的。为了复仇，黑妈伙同家人绑架了真人秀的主持人，他们来到早已荒废的游戏现场，强行让他玩当年的游戏。要是不从，黑妈手里的硫酸可不答应。主持人拼尽全力，结果还是晚了几秒钟。作为惩罚，黑妈将他绑在柱子上，可没等真的用刑，主持人就架不住了，声称可以带他们见奥兹。为了实现黑妹的愿望，一家人跟着主持人来到阴森森的洞穴。抵达深处，他们看到一个肥胖的女人躺在床上，这里似乎正在进行某种仪式。伴随阵阵咒语，一只怪物突然钻出女人的肚子，怪物的眼睛能放出无数杀人射线。瞬间，黑妹的家人和主持人全部被射线击中，领了盒饭，而黑妹却一脸诡异地笑了。没猜错的话，怪物就是奥兹，需要寄居在人体中。本来我以为黑妹最大的愿望是腿伤痊愈，现在来看很可能是复仇。对象不仅有无良主持人，还有让自己参加真人秀的家人。不得不说，妹子是个狠人啊。
恐怖小故事4：偷窥。主角是一群大男孩，最近他们的青春荷尔蒙格外躁动。街对面新搬来的姐姐小美，肤白貌美，大长腿，里里外外都透露着性感。无所事事的少年们总是各种偷窥小美到底多有魅力，就连阅人无数的快递小哥见到她都被迷得晕头转向，只是搭讪说了2句，小哥便开心的手舞足蹈。看着走进浴室的小美，少年们想继续看下去，不料小美却在关键时候拉上了窗帘。就在少年们无处发泄时，意外发现出门倒垃圾的小美竟主动和他们最小的弟弟打招呼，还邀请他到家里做客。看到这一幕，他们有了一个大胆的计划。单纯的小弟架不住哥哥们的威逼利诱，只好答应晚上再去小美家一趟，趁其不备，把一个病毒软件植入小美的电脑中。晚上大家兴奋地守在电脑前，很快屏幕中出现了劲爆的画面，小美脱掉衣服，浑然不知这一切都被别人看在眼里。小弟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，愤然离场。剩下的几个人依旧在舔屏，可是画风越来越诡异，小美的动作逐渐变得扭曲，一头飘逸的金发也是假的。摘下假发，小美真实的头发竟是无数条蛇。性感美女摇身一变成了美杜莎，这也太刺激了。少年们吓得连忙报警，可警察根本不相信他们说的。至于偷窥，小美难道不知道吗？当然不可能。没等这群少年逃出房间，小美已经瞬移过来，接下来就是无情的猎杀时刻了。在她面前，少年们毫无反击之力。尽管小弟解释自己不是故意的，可是和小美的卡姿兰大眼睛对视后，小弟当场变成了石像。故事最后，小美秒了摄像，看向了屏幕外的观众。真晦气。不过结局还是很讽刺的，偷窥者终究死于自己的眼睛。恐怖小故事5：回到地狱。胡子哥和胖哥迷恋各种灵异事件，最近有个宗教小团体要进行一场恶魔附体的仪式。得知这个消息，两人激动不已，想方设法，终于获得进入场所的机会。仪式正式开始，一个甘愿充当容器的女信徒虔诚地躺在桌子上，身体两侧是点燃的蜡烛。只见几个身穿黑袍的人围在信徒周围，口中不断念着咒语。就在仪式进行到一半时，为了近距离观察，胡子哥和胖哥悄悄潜入房间。突然，房间里的电视屏幕爆裂，教徒们发现了两人。这种危险的仪式，除了教徒，外人一律不得参加。胡子哥和胖哥打乱仪式秩序，让教徒们愤怒不已。然而此时的两人还没意识到惹下大祸，直到下一秒，从桌底冒出来的怪物把两人拖走。等到醒来，他们已经身处地狱。血红色的天空，电闪雷鸣，地上全是残缺不全的人类遗骸。不远处的礁石顶端，一个长着翅膀的恶魔正在啃食着生肉。两人四处逃窜，却发现怎么也逃不出去。更可怕的是，恶魔正在上空凝视着一切。逃跑期间，他们遇到了一个短发女人，她生前是个巫师。巫师告诉两人，这里是恶魔的觅食地，你们两个新鲜的人类在这里可是很危险的。得知两人的经历后，巫师决定帮助这两个倒霉蛋。三人朝着地狱深处进发，一路上各种刑具暗器，让人后背发凉。胡子哥不小心中招，弄伤了手，好在问题不大。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新鲜的灵魂实在太诱人。恶魔很快发现两人，发出了震天怒吼，女巫吓得拔腿就跑。庆幸的是，恶魔似乎无法迅速靠近。胡子哥和胖哥大难不死，成功与女巫会合后，他们来到一个结满蜘蛛网的地方，穿过这里就离人间不远了。胡子哥和胖哥只有4分钟时间，要是闯不过去，将永远困在地狱。蜘蛛网里到处是蛆虫和虫卵，没得选，只能硬着头皮穿过去。没想到前面又聚集着一群邪教徒，他们正在进行祭祀仪式。时间所剩不多，胖哥立即冲了出去，结果被邪教徒制服。本来胡子哥是有机会逃跑的，但他很讲义气，为了救胖哥，留下来和邪教徒硬刚。没想到最后他居然打赢了。就在这时，恶魔突然降临，杀死了女巫。来不及多想，看着祭祀台上的怪物，两人一头钻进他的肚子。再次醒来，他们惊讶地发现返回了人间，但又没完全回，两人居然在女信徒的身体里。
原来房间里的都是邪教徒，他们本来要召唤的是恶魔，结果阴差阳错把胡子哥和胖哥召唤回来，费尽千辛万苦，两人最后还是被愤怒的邪教徒杀死了。且不说这个故事有多精彩，里面关于地狱的刻画实在太抓眼了，很多大尺度画面既猎奇又极具诡谲之感。喜欢重口味的朋友一定要去看原片，整部电影结构清晰，5个小故事，平均时长20分钟左右，非常的短小精悍。影片延续了《致命录像带94》中的复古画风和时代印记，可以看出主创在批判某些社会问题的同时，也表达了对上世纪90年代的回溯与怀念，血腥恐怖而又不失深度。总而言之，是一部值得看的伪纪录恐怖片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最后不要忘记3连支持一下哦。